您到底存了多少钱？儿子终于憋不住，试探着问出这句话。81岁的王大爷愣了一下，笑着摆摆手，没多少，够花就行。他故作轻松地回答，但心里隐隐叹了口气。桌上老花镜旁边，是他翻看了一晚的存折和遗嘱草稿。王大爷刚做完体检，手头的报告显示一些指数不太妙，他感到自己的记忆力也大不如前。这些天，一个念头挥之不去，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情况告诉儿女？王大爷有一儿一女，儿子王强50多岁，在台北工作，日子过得去，但总想着换套大房子，好让父母搬来一起住。女儿王丽比弟弟小几岁，早年离了婚，独自拉扯孩子，经济一直紧巴巴的，做父母的最盼儿女生活顺遂。可眼下女儿境遇艰难，王大爷夫妇没少暗中接济，每月靠着2人合计不到1万的新台币退休金过日子。他们省吃俭用，攒下了一笔不小的积蓄，加上早年投资的收益，如今已有近200万元存款躺在银行账户里。只是这些事，儿女并不知情。这一晚，王大爷和老伴李阿姨在厨房收拾碗筷，儿女难得都回来吃饭。刚刚饭桌上，儿子儿媳还在讨论房子的事，而女儿沉默寡言，眼圈有点红，似乎有心事。王大爷看在眼里，心中翻腾。一边是儿子想改善生活环境，一边是女儿可能遇上了经济困难。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手里有些积蓄，会不会开口求助？强子好像话里有话。李阿姨小声对老伴说道：“你没听他一直问咱俩养老够不够，用不用他帮忙理财？他那意思，不就是想知道咱有多少钱吗？”王大爷点点头，他何尝听不出儿子的试探，只是自己一直装糊涂，岔开了话题。是啊，他劝我们别攒钱，说该花就花，别亏待自己。李阿姨冷笑一声，他是真关心咱们，还是想着咱手里的钱？我这心里直打鼓。夫妻俩相视无言。房门外传来儿媳哄孩子的声音：“乖，跟太公太婆说晚安，我们回家了。”儿子一家准备离开了。临走前，王强拍了拍父亲的肩：“爸，过2天带您去医院复查，我和妹妹都商量好了，一起陪您。您别担心花钱的事，该检查就检查。”王大爷笑着点头，目送儿子女儿各自离开。夜风吹来，他却觉得心里发沉。是时候把存款的事告诉孩子们了吗？躺在床上，王大爷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脑海里浮现出各种念头：不告诉爸，将来万一自己真糊涂了，密码忘了，或者哪天突然走了，那笔钱怎么办？告诉爸。可一想到白天老伴的话，第2天清晨，王大爷起了个大早。厨房里，李阿姨正煮着地瓜粥，桌上放着2本存折，一本封面已经磨得起毛，是他们的退休金账户；另一本崭新厚实，是当初卖老家房子和多年来理财攒下的大额存款。李阿姨小心地将厚存折锁进抽屉，只把那本退休金存折留在外面。她这么多年就是这样，2本存折，2本账，一本公开，一本保密。在儿女面前，他们一直视频，故意让孩子们以为2位老人就靠每月那点退休金过活，没有额外积蓄。儿女也因此比较自立，从未张口问过钱。王大爷接过老伴递来的热粥，迟疑地开口：“我总觉得这事不能拖了，要不找个机会，还是跟孩子说明白咱家的存款情况。”李阿姨眉头一皱：“你又在想这个？我还是那个意见，不能说，一旦说了，麻烦就来了。”王大爷知道老伴性子直，便轻声劝道：“我也不是想现在就把钱给他们，我是担心，你看我前阵子开刀，麻药醒来那会儿啥也记不得，如果以后真得了失智症，忘了银行密码，那咱攒了一辈子的钱不就取不出来了？再说，万一哪天我先走了，你一个人怎么应付？”李阿姨闻言，眼圈忽然红了：“你少在这乌鸦嘴，
我还指望跟你一起活到100岁呢。他顿了顿，叹气道：其实我也想过，如果突然出了意外，这些钱孩子们不知情，到时候是麻烦，但眼下说破了，对咱有什么好处？别忘了我妹妹家的前车之鉴。王大爷沉默了，他当然记得小姨子家的事，那是老伴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比老伴小10多岁，一直在南部农村生活。王大爷清楚地记得，那个叫君君的外甥曾是全家人的骄傲，也是他小姨子夫妇晚年生活的全部指望。李阿姨眼望窗外，回忆像苦涩的旧茶。我妹妹2口子一辈子节俭，啥好处都紧着儿子，从儿子小时候要游戏机，到长大了要房要车，他们有多少存款都掏给他。退休金不够，就把唯一的房子腾出来给君君结婚用，自己搬去租房住。那会儿他们还美滋滋地跟我说，养儿防老，将来儿子有出息，他们就享福了。李阿姨说到这，嘴角露出一丝苦笑。结果怎么样？君君口口声声嫌他们拖累，不愿管。他爸走得早，我妹妹身体也1年不如1年。前阵子跟我打电话，哭着说后悔啊，当初对儿子太好，毫无保留，换来的却是如今晚景凄凉。王大爷叹了口气，他记得妻子那晚接完电话，整夜拭泪难眠。小姨子现在身体不好，却没积蓄，看病钱都没有，只能给别人当小时工和保姆补贴生活。而君君和媳妇呢，不仅不闻不问，还嫌老人碍事。他后来跟我说，人老了只能靠自己，千万不能把家里有多少存款都告诉儿女。李阿姨声音哽咽，擦了擦眼角。我这亲妹子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？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外甥会变成这样。刚拿到他父母的钱时，对他妈还算客气，钱一花光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他现在病了，他们避之不及，亲情在金钱面前说碎就碎了。屋子里静默无声，只听见粥锅咕嘟的声响。王大爷半晌才低沉地说，是啊，人心有时候经不起金钱考验，可强子和丽丽不会那样的。咱们的孩子我们了解，都是善良懂事的呀。李阿姨点点头，我也相信咱儿女不是白眼狼，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金子放在明处，惦记的人就多。孩子本性再好，难免有7情6欲，一旦知道咱有笔钱，他们心里能不盘算吗？到时要真张口，给还是不给？给吧，养老钱少了，将来万一我们自己不够用，不给吧，眼瞅着他们有难不帮，心里的隔阂早晚出来。王大爷沉默不语，老伴的话直击他的心事，告诉还是不告诉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却让许多老人两难。王大爷望着窗外初升的朝阳，只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。他隐约意识到，不论怎么做，都意味着一些风险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王大爷脑海里总闪现出一些往事和身边人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仿佛一面面镜子，映照出该不该告诉儿女存款的不同后果。他想起了邻居老陈的遭遇。老陈今年70多，一辈子做工地泥瓦匠，攒下的钱不多。几年前老陈患重病住院，不得已给儿子打电话求助，谁知儿子总说忙，让护工照料了事，很少露面。老陈一边住院一边发呆，最后甚至不愿配合转院治疗，嘟囔着不想折腾孩子。听说老陈临终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留下一点积蓄，连养老院和医护费都没底气自理，只能看儿子脸色。钱不在多，有备无患，存款就是老人安度晚年的底气。老陈的话，王大爷至今记得。还有潘叔，是王大爷早年在乡下的老邻居。潘叔比王大爷小一些，年轻时做小生意挺能干，本该为晚年攒下不少钱。然而潘叔犯了个错误，他在老伴去世后感到孤独无依，就把自己的全部存款余额和盘告诉了儿子。潘叔原指望儿子心疼老父亲，将来好好养老，
没想到自从知道老人有钱，儿子就把潘叔当成了提款机，买房要钱，生娃要钱，甚至买车换新手机都管他要。一开始潘叔还愿意贴补，劝儿子自力更生未果，儿子反而振振有词，反正你有那么多存款，不都是留给我花的吗？潘叔的女儿远嫁外地，听说此事，对父亲也有怨言，觉得他偏心，全给了哥哥。几年下来，潘叔的积蓄被儿子掏空，儿子态度180度大转弯，不仅不来看他，还嫌弃老人经常生病浪费钱。去年潘叔生病需要手术，儿子只丢下几千块就不闻不问。女儿得知后赶回来埋怨父亲当初不听劝，都怪你把钱给了哥哥，弄得潘叔里外不是人。如今潘叔悔得掉泪，早知道就不该对儿子掏心掏肺，钱没了，亲情也淡了。对比潘叔，王大爷也认识一位坚决相反的长辈。小区的杨阿姨60多岁，性格开朗独立，她明确表示不会把存款告诉子女，而且说到做到。杨阿姨独生子虽然孝顺，但她坚信凡事要靠自己，养老不能完全指望子女。她把自己的积蓄分成了3份，日常开销的钱、培养爱好的钱，以及预备用于生病和请看护的钱，各自留存好。平时去医院看病，她都花自己的积蓄，从不向孩子张口。曾有一次，杨阿姨需要住院半个月，儿子儿媳说什么都要来照顾，她怕儿媳为难，还提前约定给儿媳一些护理费用。结果儿媳照顾得很尽心，出院后婆媳感情反而更深了。杨阿姨常说，手里有钱，遇事不慌，自己有准备，不给孩子添麻烦，也是对他们的体谅。孩子问起她存款的事，她总是笑着摆手，哎呀，我那点养老金刚够用，别惦记我，攒钱不易，你们留着养家吧。儿子也就不多问，只叮嘱他注意身体。杨阿姨晚年过得挺滋润，时不时去旅游，学插花，还说等100年之后再把剩下的钱留给孩子不迟。王大爷每次听他侃侃而谈，都感觉颇受启发，原来守住自己的存款，好好养老，也能守住亲情的和睦。对面楼里还有一位张伯伯，他的故事更让王大爷感慨万千。张伯伯今年71岁，从前是财务出身，理财有方。他和老伴其实存了不少钱，但他们故意瞒着儿子，家里放着2本存折，一本存着退休金，随意放在抽屉，另一本存着几十年来攒下的500多万，藏在柜子暗格里，锁得好好的。儿子只看过退休金那一本，见上面存款不多，从没起过啃老的心思。张伯伯的老伴过世后，他一度想把大笔存款的事告诉儿子算了，可目睹身边不少同龄人过早把财产给子女，最后晚景凄凉的例子后，他又打消了念头。他依旧对儿子和孙子尽责，每逢节日给孙子包个红包，偶尔资助儿子换车装修，但从不提自己的老底。有一次，儿子劝他搬来同住，张伯伯婉拒了，老人和年轻人生活习惯不同，我住自己那小房子挺好，你们照顾好自己的小家就行。然而随着年纪增长，张伯伯也开始担心另一件事，自己手里的钱太多，年迈后反而成了不安全因素。他怕哪天突然走了，这笔钱没人知道，也怕自己一旦中风糊涂，别人乘机骗取。他思来想去，做了个决定，将自己最信任的儿子叫来，告诉他，我的床头柜抽屉里锁着一些积蓄，钥匙就在你妈的遗照后面，以后万一我重病需要用钱，或者我不在了，你就把抽屉打开，里面有交代。但张伯伯并没有说存款的具体数额，只是让儿子知道有这么回事，好处理后事或急需。儿子当时听了很感动，握着老父亲的手连声说，放心吧爸，我们一定尽心照顾您，您的安排我们也尊重。从此以后，张伯伯反而更心安了。他平日里依旧对自己的钱保有自主权，想花就花，
不给自己委屈。儿子也没有因此懈怠或计较什么，依旧每周来看他，逢年过节接他去团聚。父子间有了这份彼此的信任和默契。张伯伯常跟街坊笑呵呵地说，藏不住的是慢慢变老，藏得住的是养老的钱，手里有粮，心中不慌，孩子也能安心。王大爷想着这些真实的人和事，内心的天平不住摇摆。一边是潘叔和小姨子的惨痛教训，让他对坦白家产充满戒心；另一边是杨阿姨和张伯伯的智慧做法，让他觉得留一手才是长久之道。可他也不是没有顾虑，如果孩子品行可靠，其实完全可以敞开心扉公开财产，共同规划未来。相反地，如果一味瞒着，孩子们日后发现会不会寒心，觉得父母不信任自己。正当王大爷权衡之际，一场小风波来了。几天后，王大爷去医院复查眼睛，医生建议做白内障手术，不算大手术，但需要一些费用。得知消息后，儿子王强和女儿王丽一同赶来商量对策。医院走廊里，王强皱着眉头低声和妹妹说，姐，爸的手术费我这边先垫着，你这段时间手头也紧吧？王丽满脸愧疚地摇头，哥，这怎么好意思，全让你出，要不我去跟同事借一点。王强拍拍妹妹肩膀，行了，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这钱先不用你想办法，我回头和我爱人商量，我们尽力凑。爸妈省了一辈子，也没多少钱存款，别动他们的钱了，我们做晚辈的该尽孝。王大爷隔着病房门，正好听见儿女在外头的对话，他心中一酸，原来儿子一直以为父母并没有积蓄，还主动承担费用，不想花老两口的钱。女儿也是一脸为难，觉得拿不出钱很丢脸。自己的儿女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自私，相反，他们在为自己考虑。手术顺利完成，王大爷住院观察半周。这几天，儿子儿媳轮流来陪床，女儿则把小外孙托给朋友照顾，忙前忙后买营养品。王大爷看在眼里，感动在心。他也学着杨阿姨的办法，几次 insist 要请个护工帮忙，或者付给儿媳一些照料费，都被孩子们拒绝。爸，您这是干啥？我们照顾您天经地义，再提钱就是见外了。王大爷笑笑，没有再坚持，但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，他趁大家不注意，默默缴清了全部医疗费用。晚上儿媳在病房陪护，王强抽空回家休息。夫妻俩一路上聊起了老人家的近况。王强叹口气，这次真是吓到了，我爸眼睛早该治了，硬是拖到现在，估计还是怕花钱。儿媳忙说，钱的事以后别让爸妈操心了，我们多担待点就是。王强摇摇头，说来也怪，我总觉得爸妈手上也许还有些存款，不然他们怎么老说不用我们给生活费。儿媳想了想，小声道，之前听您婶婶提过，你妈好像还在买什么基金理财，每月都有点收益，要真是这样，二老也许存下不少钱呢。王强皱起眉，有吗？我怎么一点不知道？儿媳笑道，哎呀，老人家多少会攒私房钱吧，他们或许怕我们惦记，一直瞒着呢。其实我觉得有钱没钱都不打紧，主要是他们开心就好，钱是他们的，我们不能去算计。不过要是他们真有富余，改善下生活也挺好，比如房子换大点，两边一起住也方便照顾。王强点点头，我之前也有这想法，但我又不好开口问他们有多少钱。这次爸的事之后，我打算再劝劝，让他们搬来同住，顺便看看他们意思吧。夫妻俩的谈话，王大爷并未听见，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这层窗户纸意外捅破。王大爷出院那天，女儿王丽神色犹豫地对父母说，想借用家里的打印机打印些资料。李阿姨爽快答应，你爸刚出院，我要照顾他，正好你帮妈打印，我眼神不好，便把钥匙给了女儿。
王丽在父母家书房翻找打印纸时，无意中发现抽屉里有一张银行对账单，上面显示着余额20家的字样。她一惊，这数目远超自己的想象，爸妈竟然有这么多存款。王丽脑中嗡的一声，她立即意识到父母一直瞒着自己兄妹。那天晚上，王丽反复思量，父母隐藏存款，究竟是不信任孩子，还是另有打算？想起自己的窘境，她心里冒出一丝委屈。这些年自己生活这么难，父母却有钱也不肯明说，宁可看着女儿受苦吗？可转念一想，父母平时已经尽力帮助自己了，也许真的没有多少闲钱。这对账单上的余额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呢，说不定是某个理财账户一时的数字。王丽一夜没睡好，思绪翻涌，她终究没把这事告诉弟弟，生怕引起家庭矛盾。几天后，王大爷的眼疾好了不少，精神状态也恢复了。他察觉到女儿最近有心事，话里话外变得拘谨，好像对父母有什么顾虑。他再看看儿子，自从上次医院事件后，王强对父母更加关心勤快，但偶尔也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。王大爷心里明白，儿女对自己存款的猜测恐怕越来越多了。与其让大家猜来猜去，不如主动找个机会摊开讲，把话说明白，也省得日后误会。这天傍晚，王大爷把儿子女儿都叫到了家中。饭桌上，老人难得小酌了半杯黄酒，脸颊微红，话也渐渐多了起来。强子、丽丽，其实今天爸有件事想跟你们说。姐弟俩对视一眼，放下筷子，静静听着。李阿姨也握住老伴的手，轻轻点头示意他放心说。王大爷环顾一家人，缓缓开口：前阵子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人老了，要不要把存款告诉儿女？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，以前怕说了影响你们，现在又怕不说清楚将来出岔子。他说着顿了顿，从口袋里颤巍巍掏出2本存折和一串小钥匙放在桌面上。儿女俩的目光一下被吸引住，王强有些紧张地摆手：爸，您不用这样，我们从没想过打听您存款的事。王丽也连忙说：是啊，爸，钱的事您别放在心上，我们……他欲言又止，眼圈微红。其实自那天看到银行单据后，王丽一直有千言万语堵在心头，此刻听父亲主动提起，他反而不知如何回应。王大爷慈爱地看着一双儿女，叹了口气：傻孩子，你们不问，爹妈心里也有数，你们都是好孩子，这些年各自撑起自己的小家，也没少关心我们老两口，我们很知足，也很感激。李阿姨在一旁点头，轻轻抹泪：是啊，你们就是我们的骄傲。王大爷继续说：正因为这样，我和你妈才一直瞒着一些事情，没有公开告诉你们，不是不信任，而是怕增加你们的负担，或者让你们产生依赖心理。人心复杂，我们也不是怀疑自己的孩子，只是为人父母，总想给自己晚年留条后路，不给你们添麻烦，也防备未知的风险。王强怔怔地问：爸，您是说您其实有私房钱？话一出口，他脸都红了，觉得问得很冒昧。王丽低下头，不敢看父母。王大爷苦笑一声：也不算什么私房钱，这些年我们省吃俭用，又做了一些理财投资，确实攒下了一笔养老钱。他说着拍了拍那2本存折，一本是你们平时见到的每月退休金存折，另一本是我们的积蓄账户，加在一起大概有……他顿了顿，还是没有直接报出具体数字，只是看向儿子女儿，总之够养老也算有余，如果100年之后还有剩，自然都是留给你们的。听父亲亲口承认，王丽再忍不住，眼泪啪嗒掉了下来。爸，那您和妈这么多年过得那么节省，手头明明有钱，却还瞒着我们，是不是觉得我们不可靠啊？他心里委屈，一时酸楚全涌上来。李阿姨忙起身扶住女儿：丽丽，
不是这个意思。当妈的知道你这些年辛苦，我们真怕你弟弟有意见，所以才一直偷偷贴补你，不敢公然拿钱出来，就是怕家里不和气啊。王大爷也站起身，拉过儿子的手，又牵过女儿，让姐弟俩并肩坐下。他郑重地说道：孩子们，你们听我说，爸妈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苦心。他缓缓打开尘封的记忆，把妻子妹妹和潘叔的故事讲给儿女听，把老邻居杨阿姨和张伯伯的做法也说了。他毫不隐瞒自己内心的挣扎。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相信你们，而是对钱这个东西保持警惕。亲情无价，但金钱有时候会让最亲的人变得现实。我们见过太多例子，实在不想走到那一步。我们瞒着你们存钱，并不是一毛不拔不给你们用。像丽丽妈每年都贴补你，只是背地里进行。还有强子，你要换房，前阵子也旁敲侧击问过我们。我们当然明白你的意思，但当时真怕直接给你，会让你嫂子和你姐产生误会，所以才装糊涂。王强听得脸一阵红一阵白，连忙解释：爸，我没有怪你们的意思，我是真怕你们不够用，才没张口的。一旁的儿媳也红着眼眶说：爸，您别误会，我们不是惦记你们的钱，就是想着如果你们手头紧，我们肯定全力供养。您要早说有积蓄，我们也放心你们生活无忧。王大爷慈祥地笑了：这我知道，我儿子儿媳的品性我们信得过，我闺女善良懂事我们也心疼。但是如今你们也都有各自家庭和压力，我们要是随便亮出家底，万一你们有人遇到难处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老人这一点存款，到时候给也不是，不给也不是，反而伤了和气，对不对？姐弟俩默默点头。是啊，如果早知道父母有钱，他们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，恐怕都会想着去借一借。然而，正如父亲所说，那样一来，亲情和金钱纠葛不清，最后往往两败俱伤。这些年父母扮穷人，看似藏了秘密，却未尝不是在维系家庭的微妙平衡。想到这里，王强握紧了父亲长满老茧的手，低声道：爸，是我们忽略了你们的苦心。王丽也一把抱住母亲，哭道：妈，对不起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李阿姨连连摇头，眼泪也掉了下来。不委屈，你们能这样理解爸妈，我们就知足了。王大爷感到压在心头的大石终于落地，他长出一口气，拿起那串小钥匙，郑重交到儿子手中。强子，这钥匙是你妈床头柜抽屉的，抽屉里有我们的存折、保险单，还有一封我亲手写的信，交代了一些重要事项。你们不要现在打开，等以后真有紧急情况，或者我们两个都走不动了，你再替我们处理，好吗？王强双手接过钥匙，眼眶通红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意思办。在那之前，这些钱我们谁也不会动一分。王丽也连忙点头。爸妈，你们好好留着养老用，我们不要，以后要花钱的地方很多，你们别再委屈自己。王大爷欣慰地看着懂事的子女，朗声笑道：好，好，钱呢？我们是留着养老，不是留着看，以后爸妈也不会那么省了，该吃吃该用用，我们保证自己生活的安心舒坦，也不给你们添麻烦。这些年咱一家人相互体谅，互相守望，我和你妈非常满足。他说着举起酒杯来，为我们一家人的坦诚和和睦干一杯。没有什么比一家人齐齐整整、开开心心更重要。这一晚，父母和儿女推心置腹，把压在心里的疙瘩全都解开了。王大爷分享了自己总结的一点经验，孩子们也听得频频点头。人老了，存款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用得上，用得安心，手里有粮，遇事不慌。我们做晚辈的，更不会再去计较父母的钱，只希望他们身体健康，晚年幸福。临走时，王丽悄悄对哥哥说出了在父母家发现银行单据的事，也说了自己的矛盾心理。
王强拍拍妹妹肩膀，现在好了，爸妈有安排，我们就尊重他们。我看他们心情比以前还开朗呢。以后我们也要更加孝顺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不辜负父母这么多年的操劳和爱。送走儿女后，王大爷回到书房，在日记本上写下几句话：藏不住的老去，藏得住的钱。晚年的我们需要钱来撑腰，更需要亲情来暖心。钱是为了生活得更有尊严，亲情则是晚景最宝贵的财富，两者并不矛盾，只要用智慧去平衡。所幸我找到了守住钱财和亲情的那把钥匙，对信任的人坦诚一分，对未知的风险保留一手。孩子终归是我们的至亲，但也只有手中有足够的保障，我们才能在亲情中挺直腰杆，不卑不亢。如今我既守住了养老的钱袋，也守住了一家人的和睦，真好。写完这些，王大爷合上日记本，心中一片平静。他戴上老花镜，满意地整理起2本存折和一摞文件，那里有他的遗嘱。是的，王大爷终于在2025年这年夏天立下了明确的遗嘱，将财产如何分配，后事如何安排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他可不想自己100年之后，儿女为了钱再生嫌隙。有了这道防火墙，他倍感踏实。李阿姨端来一盘切好的西瓜，2口子相视一笑，过去那些忐忑和纠结仿佛也随晚风散去了。阳台上，天边夕阳正温柔，王大爷轻抚老伴的手，感慨道：人这一生啊，年轻时为家庭拼命，中年时为儿女操心，老了该为自己多留个心眼。李阿姨靠着他，笑着点头。可不是，别等钱花光了才发现没人靠得住，也别等说不出话时才意识到有些事该早点安排。你看现在这样多好，孩子们懂咱，我们也安心了。王大爷舒心地笑了，这一笑既有对往事的释然，也有对未来的笃定。在他脚边，小外孙正抱着玩具车咯咯直笑。王大爷把孙子抱起来，来，曾孙宝贝，太公问你，长大了要不要天天来看太公呀？小家伙奶声奶气地说，要，我要天天陪太公玩，不让太公老是戴眼镜看那些本子。屋里人都笑开了，王大爷哈哈笑着把孙子举高，好，好，太公听你的。笑声中，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只觉眼眶有些湿润。他望向窗外，夕阳的余晖洒满庭院，像极了一家人温馨的未来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故事讲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感触呢？人老了，到底该不该把存款告诉儿女？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情况，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既要为自己留足晚年保障，也要顾惜亲情的温度。守住钱，是为了不在晚年失去尊严；守住亲情，则是不让金钱考验血浓于水的爱。愿每一位长辈都能智慧规划自己的养老钱，坦然享受儿女绕膝的天伦。也愿每一个子女都能体谅父母的苦心，不辜负他们的养育与信任。您身边是否有类似的故事或经验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。如果您觉得这个故事对您有所启发，也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，一起来讨论。您认为老人该坦白存款给子女吗？为什么？您的留言或许能给更多家庭带来新的思考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